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传击鼓鸣冤之人上堂。包大人，堂下所跪何人？何方人士？启禀包大人，草民名叫田青，是青州人士。你在府衙之外击鼓鸣冤，想必是有冤在身。回包大人，草民的确是有天大的冤屈，请包大人做主啊！既然有冤，就在堂前说明。你状告何人？草民不知道。岂有此理！既然不知状告何人，又何来冤情？回大人，草民的确是有冤呐，请包大人明察。你且说来，有何冤情？所告何事？半年之前，草民被人蒙住双眼，绑上山去强迫采矿。半年当中，没有离开矿场一步，夜里还被关押囚禁。草民是拼着一死才逃出来的呀！竟有此等事！那关押你的又是什么人？草民不知道是谁派的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们是朝廷的官兵。住口！朝廷官兵怎会做出此事？你不可信口雌黄。回包大人，他们的穿戴装束、指挥调度，的确是朝廷的官兵，不会有错。你是在何处被抓上山的？是在草民青州的住家当中。那矿场所采的矿石又是什么？是金矿。且慢，矿石种类繁多，一般人根本无从分辨。你又怎知那是金矿？回包大人，草民家传4代全是看矿师，任何矿石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来。你既是看矿师，想必知道，每条矿脉皆属朝廷所有，每一处矿区皆是官矿。你被关押的矿场，究竟隶属于何府何州管辖？回大人，那座矿场根本就不是官矿，此话怎讲？那是一座名由官兵监管，实际上是违法盗采、不折不扣的私矿。盗采官矿，罪同盗卖国产，论罪当诛。若是有官兵涉入，更是形同叛逆。田青，你若没有真凭实据，切不可信口胡说，否则一旦追究起来，只怕你吃罪不起。大人，先父就是因为这条矿脉而被害的。现在矿场当中，还有数百名和草民一样无辜的矿工，正在忍受惨无人道的奴役折磨。草民这次冒死逃出来，除了要替自己伸冤之外，还要替那些矿工叫屈。包大人，您是百姓心目中的青天，更是这几百名矿工心目中唯一的希望啊！草民恳请大人伸张正义，洗雪沉冤。好，本案虽有诸多疑点有待厘清，本府却可应承于您。
倘若你所言属实，本府就接下此案。多谢包大人，多谢包大人。退堂。李大叔，你说田青能逃出去吗？逃不出去呀！难道田青他死了？不可能！如果真被他们抓到，他们一定会宣布的。都10几天了，田青要是逃出去的话，也该有人来救我们了。也许他在等机会。不过，我相信他一定是逃了出去。我也相信他会来救我们的。大人，青州依山滨海，矿藏极丰，无论是银铜铁铅，皆有开采，唯独没有金矿。青州州衙的确也有一位名叫田野的勘矿师，可惜在3年前因为上山勘矿而失足身亡。那田野正是田青的父亲。如此说来，田青的证词可信度就更高了。的确如此。那青州之州又是何人？回大人，青州地处海防边境，依朝廷规制，是由京东东路经略安副使张冲张大人兼任青州知州。倘若那田青所言不虚，张冲与此案难脱干系，且待抵达青州之后，再逐步查访。展护卫在。此番前去青州，可以分头查访。入城之后，展护卫在市井之中要多做探访，也好查明虚实。属下明白。起来，别看，慢慢起来。我什么都没看，我什么都没看。你最好是保持这个样子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劫囚。可牢里没有一个囚犯，你要劫谁呀？人呢？都被带走了。被谁带走？带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。不要命！好，我说，他们都被官兵带走了，可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究竟带到哪儿去了。你真的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大侠，我其实说的都是实话，你把我杀了我也不知道啊。大侠。驿馆的衙役虽已撤走，还是要多注意城内的情形。在包大人离开青州之前，我不希望有任何事情惊扰到他，明白吗？是，属下明白。大人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包大人呢？包大人想利用下午的时间来城里看禁卫营，所以决定提前回城，现在正在禁卫营里视察。包大人在青州期间，你就专心陪他。是。可是矿场那边，怎么？你不在，难道就没人管了？不，虎背营的刘通是末将的心腹，可靠得很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问题？矿场的工人恐怕不够用了。为什么不够用？有的病死了，有的想逃走。什么？有人逃离了矿场？大人放心，想逃走的全部被杀掉了。只要跑掉一个，就可能把整件事破坏。
所以本座才要你用1个营的兵力去监视矿工。如果还有问题，本座饶不了你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可是人手真的欠缺，能不能再送些罪犯过去？还送罪犯？我已经找尽理由送过去了。难道你要把全城的老百姓都送过去？郭捕头，无论如何你得想想办法才行啊！好了，就算人手不够，现在也不能妄动。等包大人离开青州之后再说吧。是。青州步军另外2个营又在何处？回报大人，后卫营在城北10里，虎贲营在寿光县。寿光离此地有多远？虎贲营的驻地比较远，末将担心当日无法往返。包大人可于离开青州之际再做视察。范指挥说错了吧？公孙先生的意思是，寿光县地属山区，距青州城不过15里地。虽然山路崎岖，可是大人乘坐马车，约莫1个半时辰就能够到。另外，视察军营大概也只要1个时辰。倘若明日清晨出发，天黑之前就能回到城里。你怎么说当日不能往返呢？公孙先生怎么会对寿光如此熟悉？在下看过寿光县志，也看过行军图。范指挥，在下说的可是正确？公孙先生说的没错。好，本府明日就先看虎贲营。这，末将是担心包大人受不了山路难行。本府既然是前往视察军务，又岂怕山路难行？莫非范指挥认为本府就受不了些许的劳苦不成？不，末将不敢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就一早出发。是。怎么办，大人？大人怎么办呢？包大人明天要到寿光去看虎贲营，这下麻烦可就大了。冷静点儿，他要看，你就带他去看嘛。慌什么？可是虎贲营除了留下1个都的兵力之外，其余的全在矿区啊。到时候点阅官兵会一一按照名册来对照，到时候临时安排根本就来不及啊。你就不能把虎贲营调回寿光？调回去？矿场到寿光，距离不到20里地。要虎贲营尽快离开矿场，急行军赶回寿光。再加上拔寨安顿，只要3、4个时辰就能够恢复正常。等明天包大人到的时候，就任由他点阅，又有何惧？可是矿场就没人看了。暂时停工，把矿工全都关起来。郭北，大人，你带着可靠的捕快衙役赶上山去封住路口，任何人不准下山。等包大人离开寿光之后，虎贲营再赶回矿场交班。是。大人毕竟智慧过人，末将由衷敬佩。简单的调兵遣将都无法安排妥当，你这步军指挥是怎么干的？是，末将知罪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是，末将这就去办。敲锣，立刻停工，所有人都回去。停了，停工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敲锣，停工了，停工了，快点，赶快！
李大叔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，我们去看看。走，走，快走，快点，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天空了。哦，牢中的人犯全都被官兵带走了。大人，田青说许多矿工只不过是犯了一些小错，却被抓到矿场采矿，如今证实确有其事。属下认为，他们一定是青州禁军，否则不可能去大牢带人。大人，倘若州衙和禁军之间相互勾结，那张冲就涉嫌重大，只有他同时拥有这2种权利。大人，是否马上对张冲采取行动？还不行，不能排除是他的下属私相授受。此事不能过于急躁，必须通盘考量，绝不能让对方有所警觉，否则他们为图脱罪，极有可能毁掉矿场，杀害矿工。大人之意是依照原定计划，明日去看虎贲营。不错。与此同时，展护卫在城里打听那些被官兵抓走而又失踪的人员家属，倘若他们愿意出面作证，对处理此案必定会有所帮助。属下明天马上去办。马汉，属下在。叫张龙、赵虎将田青带到厅中来，本府有话交代。是。外面官兵还是没有回来，一个都没有。哎呀，这不知道都到哪儿去了？他们会不会就不管我们了？不会的，还有那么多金矿，没人舍得放弃。哎，那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不知道，很可能田青真的逃了出去，甚至有人正在追查金矿的事啊！老天爷，帮帮我们，快救我们出去吧！田青，本府已着手侦办你所说的冤案。然而，若是能查出矿场的所在之地，全案必可侦破。本府若让你出城去找，是否可行？大人，只要离青州城20里之内的范围去找，曹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。大人，青州群山环绕，恐怕要费不少时日才能找到。如果从山脉的走势和岩石的色泽这2个方面去和矿场比较，不符合的就不细看，相信这样可以节省许多时间。哦，单凭这些便足以分辨？大人，勘矿师原本就具备这样的专业本领。既然如此，明日就开始一处一处寻找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你2人明日不必随本府视察虎贲营，带领一个小队人马，将那田青混入其中，再找个合适的理由出城。去吧。是。草民告退。此案虽然要查，却不能忘却为小王爷治病之事，还请公孙先生与婉儿研商治病之法。待明日由虎贲营返回之后，让他随本府一同前往王府。是。参见包大人。刘通，属下在。你接任虎贲营指挥多久了？回大人话，属下已4年了。你自认虎贲营官兵的战力如何？包大人，
虎贲营的官兵。范指挥，本府不是问你，是，末将多言了。你不必焦虑。昨日，本府看左卫营、近卫营，的确称得上是军容壮盛，纪律严整。然而，今日看虎贲营却有所不同，才有意询问。是，末将明白。刘通，答本府问话。回包大人，属下自认为虎贲营不输其他各营。哦，那么为何本府却觉得虎贲营的官兵面带倦容，精神不振，不像其他各营那般精神抖擞？回包大人话，虎贲营驻扎山区，驻点分散，包大人亲临视察，属下紧急将各据点官兵调回，因此昨夜睡眠不足，以致精神不佳。哦，范指挥是昨天通知你的？正是。包大人临时决定视察虎贲营，末将唯恐视察不及，所以才先行通知。你求好心切，本府明白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岂不显得本府勘察军务，反而造成了官兵困扰？不，末将绝无此意。也罢，究竟是否得宜，日后本府自会斟酌。不过除此之外，虎贲营的整体情形，可算是差强人意了。谢过包大人。范勇，你那边的情形又如何？包大人对虎贲营还算比较满意，他一离开，刘通就将所有官兵调回矿场，明天就可以继续采矿了。好，采矿的工作不能停。明天他去看哪座军营？包大人准备把剩下2座营1天之内看完。什么原因让他这么着急？大人，会不会他看出什么问题了？不可能。本座还是去探探他的口气。本府是想看完军营之后，能够尽快听听百姓的心声，查查张大人的周正。是，下官静候包大人勘察。当然，若是能够尽快忙完公务，也可以前往王府，与柴王爷叙叙旧。老友重逢，总是难得啊。原来包大人和柴王爷也素有往来。柴王爷的青州城，可曾为张大人带来困扰？绝对没有，柴王爷从不曾干涉州政，对王府中人也严加管束，多有节制，从不曾造成青州任何困扰。柴王爷乃是前朝皇室之后，本府也相信，他不会给地方上带来任何不便之处。包大人说的是。不过，这右卫营和后卫营之间相距15、16里，两者又各距青州10里。包大人明日想必又要受那车马之苦了，下官不敢多做打扰，还请包大人早早歇息。你去吧。下官告退。快干活！好大船在里面！糟糕，救人！快走啊！有人在那看着！快！出来！李大叔，危险啊！干活！别说了，干活！发生什么事了？矿塌了啊！这个时候塌，真是无耻！要不要派士兵进去救人？
救什么人？你把人看好了，别让人趁乱跑了。可是什么？还不快去！人跑了，唯你是问。是。出来了！过来！把手！快！矿坑又塌了，是死了20多个。那矿坑现在情形如何？还好，正在加紧抢修。让他们快，不能耽误了采矿，一定要按照原定计划进行。提炼出来的黄金每凑足50斤，就让他们马上送过来。属下从未间断过。哼！如果不是我派人盯着冶炼厂，谁知道你会不会从中捣鬼？大人，属下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做这种事情。我给你的好处也不少，你最好不要贪心，否则你应该知道我会怎么对你。是，属下绝不敢有二心。可是这2天受停工的影响，恐怕会推迟几天。所以我才派你去盯着，矿坑修好之后，让他们日夜赶工，补上损失的时间。是。哎呦，当心！哎，别动！哎，别动！忍着点儿，不缠上绷带，你这条腿要废掉的。是啊，你这条腿废了，他们就不让你活了。干了一辈子矿工，矿坑出事也不是第一次，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惨。哎，这矿怎么会塌呢？撑着矿坑的木桩松了，都是因为采得太急，要不是抢着开采，也不会这么惨。郝大叔，你已经够幸运的了，听说死了20多个人呢。真死也就算了，既然是矿工的命，死在矿坑也是命中注定，总比他们累死要好得多。哎，再这么待下去，恐怕迟早会送命啊！郝大叔，你不是说田青会逃出去的吗？他逃出去了，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啊，你也开始对他有信心了？不是有信心，是希望。有希望，总比绝望好。哎，也对，我们还能撑下去，就靠这点希望了。大人，如果青州步军5个营都留在驻地没有离开，我想，矿场里的军队一定是外地调来的。调动军队，全在枢密院。就连身兼兵马总管的张冲，也不能越区调动京东东路的各地驻军。只剩下一个可能，为了应付大人视察，范勇在辖下的5个营之中做了调动。左卫营、右卫营、后卫营、近卫营，都在青州城10里之内。而且昨日，张龙、赵虎也曾派人暗中盯住后卫营与右卫营，并没有发现军队调动的情形。因此，唯一可能调动的，就是远在寿光的虎贲营了。大人昨日在视察虎贲营的时候，官兵们均露出了疲态，很可能是连夜行军所致。我们再去一次寿光，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，岂不是可以立刻证实啊？不，只要一出城，消息就会传到寿光。此外，虎贲营驻守山区驻点分散，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搪塞。明日起，开始查青州的州政。本府就不信查不出个水落石出。
这样不敢，我们不敢下。不敢下，哎，快这样，这样下，快点，动作快点，下进去，这样，快点修好，不然你们就别想出来。还要多久才能恢复开采啊？矿工不敢进去修，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没那么多时间，不敢进去就杀掉，看其他人还敢不敢抗命。是。恢复开采之后，立刻日夜赶工，把这几天耽误的时间全给我补回来。属下明白。他们在干些什么？听说矿坑塌了，他们要找人进矿去修。唉，这是最危险的活儿，已经崩塌的坑顶随时都会再塌下来，现在进去根本就是送死。不知道他们会找谁去？哎，你去修矿坑。哎，郝大叔的腿还有伤呢。他是货真价实的矿工，知道怎么修矿坑。他不去，谁去啊？我去。好，有人自愿也行，跟我走。走，李大叔，李大叔，快！老李，老李，李大叔，走！李大叔。包大人已经看完了青州步军，从明天开始，一定会对州衙的政绩、百姓的疾苦展开视察。啊，那怎么办？青州城里有太多的人失踪，那些人的家属一定会到驿馆去举报的。不要慌，先封住那些罪犯家属的嘴，再把州衙的人全部都派出去，百姓自然不敢去驿馆告状了。可包大人不让在驿馆派人，又如何监察动静啊？要化明为暗，找几个人混在驿馆外的人群中，同样可以达到监视的效果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这是开业，你看看鼓。哎呀，啊，我来一个，慢走啊。官爷，什么新的情况没有？啊？哎，开个灯啊。他怎么还没回来？李大叔会不会？别瞎说，老李不会有事，他会回来的。是啊，一定会回来，不会有事，不会有事。可要是没事的话，他应该已经回来了。他已经下坑这么久了，没有人可以下坑这么久的。大家看，他回来了。老李，大哥，李大叔，老李，李大叔，你回来！别吵，明儿早上要开工了，还不睡？快睡！李大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修的差不多了，还有几个兄弟在里面呢。李大叔，急死我们了，我们还以为你……没事，我不会被他们整死的。谢谢你，老李。哎，别，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，
你都得帮着点儿啊！对呀，是啊，是都帮着点儿啊。等一下，你是那位樵夫大哥？我们认识吗？怎么，你不认识我了？半个月之前，你把我从山里救出来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原来是你呀！你的伤好了？嗯。哎呦，我不知道你是位军爷。啊，好了，不是，别说了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，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救的你。嗯。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你的。我真的就是从这上面滚下来的吗？应该错不了，就在这山上。就在这上面。展大人，就在这上面，我们现在就上去，好不好？展大人，不要激动。如果他们都在这个山上，那些害你的人，一个也逃不了。将军，人手实在不够用，再逼下去的话，恐怕会死不少。那时候岂不是更慢？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，能抢点速度就抢点速度，不要浪费宝贵时间。属下遵命。报告，什么事啊？我要上厕所啊！快去！谢谢啊！快点回来啊！是，快点啊！快去，快来啊！别出声，否则杀来！你是这里的矿工？我是被抓来的。想不想出去？想，当然想。你是？我是来救你们的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？有一个人从这里逃出去，他告诉我的。田青啊，你认识田青？你也认识他？认得。他逃出去还是我帮的忙的。我叫小白。那就好，我可以把你们救出去，但是你得先告诉我，那些官兵是从哪里来的。那我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的。没有人知道，那就麻烦了。哎，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？我必须要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官兵，才能救你们。可是我又不能惊动他们。哎，有了，我看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腰牌，这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是谁了。你看过他们的腰牌？看过，不过我不认识字。要是我去拿腰牌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哎，我去呀！你去？不过今天不行，得等时间。明天，如果你明天能来，我保证给你弄一个。
你有把握拿得到吗？当然有把握了，我去偷一个，我就是因为偷啊才被抓进来的。哎，我得走了，不然他们会来找我的。你等着啊，你一定来啊！小心点儿，我明天再来。你找到了是不是？你是不是真的找到了？你看我没有骗你，没有说谎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没有说谎，你先不要着急，回去之后慢慢商量。你现在不去救他们吗？你要我一个人对付几百个官兵？这……别急，这位大叔，你回家去，当做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，也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，否则你性命难保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马上就走。樵夫大哥，谢谢你了。谢就不用谢了，只要不把我牵进来就行了，我马上就走。我们赶快回去，向包大人禀报。是。大人。公孙先生，大人有何指示？本府觉得有些困倦，先回驿馆休息。你留在此地继续查阅，回驿馆之后再向本府回报。是，学生详查之后立刻回驿馆。确实查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，和田青说的一模一样。包大人，请赶紧去救他们吧。田青，不要慌，越是此时，越要沉着。如果我们不能计划好，不但救不了他们，反而会害了他们。你且在驿馆中耐心等候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先带田青回房休息。此刻要特别注意，不要让外人发现他的踪迹。是。谢包大人。翟护卫，大人，如今我们且来一一厘清。那矿场之中所采的真是金矿，属下还不清楚，所以从矿场带回来一块矿石，应该可以辨认出来。大人，田青是看矿师，他应该不会弄不清楚。不。正因为他是看矿师，由别人来鉴定真伪，叫他自己述说更为可信。虽然他不至于说谎，可是却不能听片面之词啊。大人，那要谁来鉴定呢？公孙先生还在州衙查阅文案，等他回来让他看看。以公孙先生博学多闻，想必能够分辨清楚。那些矿工的情形又如何？正如田青所说，属下问到一个叫小白的，他和田青关在一起，他只不过犯了一点小错，可受到的惩罚超过一般的标准，他就是被青州捕快抓去的。大概有多少人？100-200人吧。那么官兵呢？那就多了，里里外外加起来有300多人。可曾查出他们是何方人马？还没有。属下在想，如果随便抓一个官兵逼问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所以我让小白帮我去偷官兵的腰牌，只要拿到腰牌，就能确定他们究竟是何方兵马。
很好，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。等明日确认了官兵是否隶属青州禁军之后，我们便可以立刻采取行动。你试试再去坊间搜集百姓的证词，那些失踪的人应该都在矿场。有了家属的证词，全案便就完整了。好，属下马上就去。别藏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官兵的腰牌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他偷的，白天他故意撞倒你的时候偷的。哎，你偷这个干什么？这不是找麻烦吗？万一被他们发现，非打死你不可。小白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万一发现腰牌不见了，如果整个矿场搜查，倒霉的是大家呀。不会吧？他们会以为是不小心掉了。哎，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，啊，关在这里，什么时候放出去都不知道，居然还有心情闹着玩，真是。他一定是有目的的。哦，里头腰牌有用处。我告诉你们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大叔，李大叔，我要去搜牌子了。那快去！报告，什么事儿？我要去上厕所。啊，去，快去！哎。你不等我了？你怎么才来啊？我就要看你什么时候把腰牌给拿出来了。你快来救救我们吧！你不要着急，也不要声张，否则被官兵知道了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果然不出所料。你知道他们是哪儿的？我知道。你多忍耐一天，明天把你们全部都救出去。哎，快回去吧。哎，几位官爷！哎，几位官爷！哎，陈爷，官爷里面请！哎，请，里面请！嘿嘿，哎，里面请。来这边，请。哎，里边请。等一等。哎，大爷，就是。转过身来。把头抬起来。
是你！你还想跑？带走！是。让开！凭什么要我让开？抓他干什么？这是衙门的公事，你也敢管？我就这个脾气，越不让管的事，我偏要管。这件事我管定了。一起带走！你竟然公然袭击官差！铁青，快走！一起拿下！是。不陪你们玩了，一群饭桶！不得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你快起来！还不快查清楚，田青跑哪儿去了？是。哎呀呵，哇！包大人回来了吗？嗯。什么？田青回来了？是。我不是叫你把他杀了吗？他怎么没死？当初是因矿沟不够用，所以……可恶！那也不差他一个，你根本是留下一个祸害。属下知罪。赶快派所有人去搜，如果抓不到他，一定会毁在他手里。属下已经派人去了。启禀大人，田青已经。勘察军务急如星火，查看州政却慢条斯理。他这是在找证据。大人不必担心，包大人就算有个田青也没有用。为什么？田青是蒙着眼睛上山的，他根本不知道矿场在什么地方。但是他又逃了出去，难道还是不知道吗？这如果知道，包大人岂不是早就该去查矿场了吗？不能冒一点风险。国北，大人，你立刻带上心腹捕快，去矿场找范勇，把他带到城外山神庙等我。大人打算？只有范勇知道我在暗中操控金矿，不能让他活着。快去！是。曹明该死，原来只是想替丁忠照顾丁大婶，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郭北发现。当初一定就是他把我绑上山去的。现在郭北发现你还活着，一定会心生警觉，甚至会破釜沉舟，把矿场毁了，把人全给杀了。
包大人，快想想办法，我不能害了这么多人呐！天青，此事虽不能全然怪你，但是却的确棘手。你先回房去，绝不可再离开驿馆。是，草民绝不敢再犯错。大人，官兵的腰牌已拿到，确实是虎贲营。至少可以确定范勇的确牵扯其中。大人，我们是否要赶快到矿场去抓人？万一范勇真的下了毒手，那些矿工们岂不是死得太冤枉了？现在赶去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们到达之前已经天黑，况且山路难走，能不能找到矿场都是个问题。不要乱了方寸。郭北发现田青依然活着，必然会有举动。田青回到驿馆，他们也会发现本府已知此事。然而，他们却未必知道展护卫已然找到了矿场。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将郭北逮捕。公孙先生，大人，展护卫暂时不宜出面，你带着张龙、赵虎立刻前往州衙，将郭北带来。张冲若有话说，叫他一起来见本府。是。学生会以询问刑狱之事为由，设法把他带来。张大人，张大人，公孙先生，请坐。请。公孙先生，包大人的头痛之疾可是好些了？多谢张大人关怀，包大人已经无恙了。学生是奉包大人之命，来传郭捕头前往驿馆。哦，莫非包大人对刑狱文件有所质疑？详情如何，包大人自会询问。烦请张大人命令郭捕头随学生前往驿馆。恐怕要让公孙先生空手而归了。哦，难道郭捕头不在州衙吗？事有凑巧，包大人离开州衙之后，从城外传来一桩盗匪抢夺杀人的事件。郭北身为青州捕头，责无旁贷，只好立刻出城查办，只怕最快也要入夜之后才能回城了。烦请公孙先生回禀包大人，等郭北一回城，本座立刻亲自带他前往驿馆向包大人面报。既然如此，学生先回驿馆禀明包大人。公孙先生好走，本座不送了。留步。大人，郭北分明是为了逃避大人的追查，找个理由出城。我想他一定离开青州了。问题是，张冲他究竟是否知情？郭北出城，甚至可能是他的主意。若是与张冲无关，那么显然是郭北眼见田青未死，便会揭露他的罪行，故而起下了逃亡之心。大人，倘若真是张冲指使的呢？那么张冲迟早要向本府交代郭北的下落。
然而，只会有一种可能：郭北必死无疑。大人是担心张冲会杀他灭口？不错，只是我们先机已失，无法弥补。大人，可如此一来，矿场必受影响。当然，然而我们却又无能为力。只希望郭北也好，张冲也罢，只要他们心存一丝侥幸，舍不得那座矿场，那些矿工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啊！你把摇牌交给那个人了？给了。他们什么时候来救我们？是啊，明天。明天我们就可以下山了。如果真的能那样，那真是老天有眼呐！哎呀，郝大叔、李大叔，你们可千万别露出一点消息，不然的话就完蛋了。放心吧，小白，3年都忍了，难道这1天都不能忍了？只是不敢相信，梦想能够成真。张大人会来吗？当然会来，你就耐心等吧。大人要我来这里是要交代什么事情？等他到了，自然就会知道。大人，你们都到了。大人召属下来有何交代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？属下也正奇怪，大人为何不在州衙等候，又何必劳动大驾呢？因为矿场的事已经败露了，我们还能在州衙见面吗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那就要问你了。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从矿场逃了出去，你知道吗？这属下真的不知道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。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，你应该很清楚。大人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让他没有任何证据，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。郭北。大人，我为求自保，你就怪不得我了。你们都是他的心腹？不，我们听大人的。哼，你们能背叛他，就会背叛我。
立刻杀他！孤注一掷，把他带去的人全部格杀！刺杀金钗是要抄家灭族的。哼！难道不如此就不是死罪吗？那是我们唯一活命的机会，明白吗？是，大人。把这些尸体都处理掉，他们这是畏罪潜逃，但是却从此人间消失了。哦，郭捕头还没有回来。是，下官派他出城，实在也是不得已。包大人如有任何疑问，可以先询问下官。你对刑狱的实际情形知道多少？下官掌管事务繁多，并未实际介入州衙刑狱之事，但却可依大人质询再做详查。你既然不知道就算了，本府只是对几件刑案有所不解，还是等郭捕头回来再说吧。是。大人若无其他交代，下官先行告退。大人，郭北带人去抓贼，不可能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一定是张冲安排他逃离青州，或者是已将他杀之灭口。即使如此，也无法追究，只能证明张冲的确与此案的关系密不可分。眼前所面临的局面已到了紧要关头，必须重新计较。都怪我自己不小心。如果我能够再多忍耐一天，也许就不会被郭北碰上，事情也就不会变成像现在这个样子。跟你说过，叫你多忍耐2天，你就是不听。好了，闯祸了吧？展大人，那你说，会不会因为我的粗心而影响包大人断案呢？另外，还有那些矿工，他们会不会也因为我而受到伤害呢？不瞒你说，真有这个可能。可恨的是，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能做，只能希望他们吉人天相。如果说他们真的因为我而受到伤害的话，那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展大人，大人请你和田青去厅里一趟。张冲走了。是。包大人还要吩咐明天的事情，我们还要请慕容姑娘一起参加盐商。田青参见包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包大人。有关盗采金矿一案，本府已确信张冲涉案，因此必须掌握时机，立即行动。明日一早，调派所有随行官兵随本府同往州衙。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，同服矿场。大人，请让属下明天陪你一同前往州衙，以防张冲做困兽之斗而对大人不利。不，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。倘若张冲企图湮灭证据，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。或许展护卫一人之力难敌数百官兵，但还是要尽量保护矿工的安全。可大人的安全又如何能确保呢？本府估计，张冲还不敢直接不利于本府。大人，张冲为了自保，很可能会不计后果孤注一掷，请大人三思。
倘若他真敢如此，难道本府必须提心吊胆，防范于他，或是不接此案？不，既然接办此案，又怎能将个人死生列入其中？你们无需再为此事担心。天庆，草民在。你明日随同本府前往州衙，不必做官兵打扮，本府要你以人证身份前往。不过，万一张冲真做困兽之斗，多少还是有危险存在。你可要想清楚是否要去。包大人，草民和那些矿工蒙受不白之冤，现在终于有机会让那些矿工和草民一样重获自由。即使粉身碎骨，草民也绝不害怕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，去吧。是，草民告退。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，若要将他拘捕归案，迟早免不了一战。那张冲既是武举进士出身，想必武功不错，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？大人放心，属下有绝对的把握。不过，属下还是担心大人明天州衙之行。王朝马汉、张龙、赵虎，在。明天大人的安危就交给4位了。展大人，请放心，我们兄弟4个会和大人寸步不离。张冲如果想伤害大人，除非他先杀了我们4个。请大人放心。好。大人召婉儿前来，可是有事交代？婉儿，本府来到青州之后，一直在查一件重大的刑案。只是碍于你并非府衙中人，故而未曾让你知晓。大人，其实婉儿早有察觉，只是不便询问罢了。其实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些。明日本府会有所行动，但是却可能遭到贼人反扑，甚至伤害到你。本府要你明日前往王府之后不可离开，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。倘若并非本府所派官兵，你万万不可随他们离开，你可明白？婉儿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，请大人明示。你只要留在王府之中，王爷自会安排你往后的行止。至于原因为何，本府还是希望你置身事外的好。大人，既然关系到婉儿自身，婉儿应当有权知道，还请大人明白告知。这本是本府查办之案，与你无关。你来青州，乃是奉皇上旨意为小王爷治病，本府不希望你牵扯其中。婉儿的确是奉旨来青州，可是既然同大人同来，当归大人管辖之内，还希望大人对婉儿一视同仁。大人，婉儿说的没错，她来自宫中，对于保守秘密自有分寸，让她知道案情不会有所影响。大人，让婉儿姑娘知道案情的始末，对她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。属下认为她有权知道。也罢，就请公孙先生将全案做一说明。是。
怎么这么晚来王府？你就不怕引起别人的怀疑？情况紧急，等不到明天了。出什么事了？矿场逃了一个工人，进了驿馆。包大人已从他身上追查到了郭北，很可能紧接着就会把采金矿的事情全都揭发出来。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？这样会毁了我们全部的计划。我已经做了处置，查不到我身上。你负责矿场，所有的问题你都要解决。我能解决，可是那座金矿恐怕就保不住了。可是我们离50万两还差1半多，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。金矿没了，还可以找其他的方法继续生财。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，50万两我们还是可以抽到的。可是那要等上5年甚至10年。情势所迫，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住那座金矿，除非……如何？除非把包大人和他一起来青州的那些人全部都杀掉，而且不能有一个活口。如此，才能把这件事情掩。选择。段武，陆通判，哼，你手上的证据可真不少啊！你想干什么？你没什么，只是来告诉你一声，你派到京城给皇上送奏折的人，他肯定是进不了京的了。我可是皇上派到登州的通判。啊，啥？这份奏折，皇上也是永远看不见喽。
严冬，送信的人死了。段武，属下在。陆辛处置的怎么样？属下已经交代了成员，他会向朝廷禀报，通判陆辛疾病暴死，请朝廷速判新任。这个成员，他担任这个登州知州，也只能做这点事。刁三，属下在。新钱铸造的怎么样？庄主请看。好，好啊，这才是我要的。好，出货的情形如何？我已经交代郑红，要他们日夜赶工，第一批50万枚，再有1个多月就可以交货。好，这50万枚铜钱一旦货到，马上发到全国的108个钱庄。是，庄主。朕让你出京，去一趟登州。臣启皇上，臣执掌开封，虽说并无重大刑案发生，但臣也不宜常离职守，还请皇上圣鉴。包大人，皇上要你去登州，是去查一件他人查不出、办一件他人办不了的案子，此事恐怕是非你莫属啊。王丞相说的没错，朝中若其他人去，朕实在放心不下，的确非包青去不可呀。臣敢请皇上明示。我朝于各州衙首设通判一职，包青想必知道设其目的何在。回皇上，通判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，而负有监督知州之权，一例多由皇上钦派，且可直接向皇上禀奏，其目的无非在于监督州政，以防地方官吏渎职。不错。然而朕派去登州的通判，1年之间就换了3个，新任通判正在赴任路上，前2任都是突然染病死于任上。启奏皇上，臣斗胆，这其中必有隐情，绝不会如此单纯。朕又岂能不知？所以朕才要派你去登州。包大人，皇上是要你以钦差的名义，视察登州的海防军务为主，州政为辅，实则暗查2任通判的死因，并确保新任通判的生命安全。皇上，朝中吏部、刑部，甚至于大理寺，皆有权责钦察此事，却为何非要包拯前去登州不可？说起来，此事跟朕有关，王丞相自会向你说明缘由。无论如何，你立即准备，明日就出京吧。臣遵旨。新任通判什么时候到啊？明天就到。打听清楚他的身家背景了。打听清楚了，他叫唐真，原是礼部的一个小小的员外郎。他爹生前曾任监察御史之职，深得皇上信任。眼下登州通判出缺，皇上是爱屋及乌，才派他来接任的。你对他有多大把握呀？不是在下夸口，不管他是何方神圣，只要到了登州，那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他爹既然做过监察御史，肯定是一个又臭又硬的脾气。
难道就不会受到点影响？可是他还年轻啊，这就是他的致命伤。哪儿是他的缺点，我就从哪儿下手，不会让他坏了好事的。最好如此，否则，你这个登州知州，岂不就白干了？请庄主尽管放心。好，你回去吧。是，下官告退。上，留下买路钱。谁也不许走！你们走了，谁来抬轿子啊？哼，我还以为是哪儿来的江洋大盗呢。你看看你们这个样子，像是来打劫的吗？大伙上！你们不上，我上了。哎呀！大侠饶命！我们不是贼，我们是农民，我们不是贼呀！既然是农民，为什么会拦路打劫？官府把我们的粮食都收走了，村里的老老小小都快饿死了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呀。粮税征收有一定的数额，如今又没有灾荒，怎么会不够粮食呢？官府说朝廷要抵抗外敌，所以要增加征收粮食。哦，有这种事？请饶了我们吧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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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回去吧，以后不要再干拦路打劫的勾当。是，谢谢。慢着！大侠饶命！算了吧。拿去买粮食吧。谢谢。走。好端端的淳朴农民，竟然会逼得落草为寇。这可是登州境内，就看看你这位新上任的登州通判要怎么做了。请我吃饭？正是。少爷，他为什么要请展公子吃饭呢？这就是官场文化。反正吃吃喝喝又不要他们自己掏银子，花的全是公帑。公帑？你说花的是朝廷的钱？不错，不过朝廷的钱是从老百姓的赋税里来的，所以花的是老百姓的钱。所以说，今天打劫我们的那些农民种的粮食交给了官府，然后变成所谓的公帑，最后再拿来请我们吃饭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说唐真唐大人，那今天晚上我们肚子里装的就会是那些农民的血汗了。我们还是不去吧。不，现在是不吃都不行。为什么？如果不去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排斥你。你这个通判还要不要干下去？你怎么知道谁是好官谁是坏官？你又怎么知道登州衙门是不是剥削了农民？你还怎么替朝廷百姓办事？这对极了，想不到展公子这么明白事理。少爷，其实这就是我劝你住在这里和答应赴宴的原因。我明白了。今天晚上我可要仔细的去看看。诸位，今日我们为唐大人接风洗尘，让我们一起干了这杯！来，干杯！下官亮浅，没关系，唐大人浅酌即可。好，来，干！来，干！
今日难得聚会，欢乐气氛绝对不能少。李庄主，您说是吗？那是当然了。唐大人，这位姑娘是专门来陪您的。哎呦，唐大人，来呀，来，大人，我来喝一杯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哎呦，程大人，唐大人，这里究竟是酒楼还是妓院？唐大人难道对他不满意？来，快给唐大人再换一个，一直换到唐大人满意为止。是。程大人，本官舟车劳顿，疲惫不堪，先行告退。唐大人，哎呀，还是年轻面嫩呐！哎呀，唐大人不解风情，老夫可是怜香惜玉呀！过来，快去！李庄主，来，哎呀，小雪呀，来，喝点儿，喝一杯，哎，少爷，你们回来了，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少爷，别生气了，气坏了身子多划不来啊！我能不生气吗？我刚到任，他们就在我的面前肆无忌惮、荒淫无度，贻笑看大呀！平常的日子里，岂不是更加的无法无天？给我这个看看，来2个多买一个。这个画的还是别一点。真的是不错，是名师之作哎。那我让这个。好嘞，我也弄个。多水灵啊！大人请看。展护卫这是何意？大人可曾看出这2枚制钱有何不同之处？这2枚制钱除了一新一旧之外，并无不同啊。公孙先生，你拿着试试。这2枚制钱的重量的确不同。不错，差距虽然不大，重量的确不同。旧钱使用日久，或是沾上污渍，或是铜钱生锈，因而变得较重，也不无可能啊。这些都是旧钱，重量也差不多了。可是让属下觉得奇怪的是，新钱反而比旧钱重。新钱是重了些，这就有违常理了。朝廷所发的制钱，虽由专司专责的钱监负责惩治，但每一枚铜钱轻重分量难免会有不同，这也不足为怪呀。可几乎每一枚新钱都比旧钱重，而且版面花纹也略有不同。属下认为，这就是不寻常之处。这新钱的花纹略为粗糙，而且重量的确有所不同。不可能，新钱出厂之前，都派由专人负责查验，若有瑕疵，当即销毁重铸，不可能流入市井之中啊！大人，可这些制钱都是属下从市集换回来的。哦，难道说是伪造假钱？大人，
昔日的确是有不孝商人私铸假钱图利，但是因为制钱的价值太低，若是不能大量流通，则获利有限，理当不会有人甘冒杀头之罪才是。就算有人贪图这不法利益，只是如今既已流入市井，恐怕也难以追查来源。可根据属下的观察和摊贩所言，使用这些新钱的都是营中的士兵。市集就在军营的附近，每个摊位都收了不少。哦，真有此事？大人，难道这假钱的来源竟在登州禁军之中？大人，这件事是否要追查下去？倘若真是借军营之便大量流通假币，则此事非同小可，非但影响朝廷财政，甚至动摇国本，远比登州通判是否真是病故身亡更要严重许多。此事当然非查不可。包大人召末将前去，可是打算离开军营了？包大人在此地还有未了之事。什么未了之事？召你进帐，就是为了此事。展大人可否透露一二？你担心什么？不是末将担心，包大人一向行事周密，言出必行。突然决定留在军营，必然是有极其特殊的情形发生。如果事先能够有所准备，总是好些。只要你行事端正，问心无愧，自然一无所惧。是。末将参见包大人。胡指挥免礼。末将若有怠忽职守之处，请包大人惩处。哦，你有何怠忽职守之处？这，末将不知。既然不知，何来惩处之说？大人召末将前来，想必是查出末将有所疏失。胡指挥不要多心，大人召你前来，自然是有话相询，却未必是胡指挥的疏失。是。请教胡指挥，官兵的军饷都是由何人在何处发放的？是由军需发放。登州步军各营分驻各地，也都是由本部军需前往发放的。本部军需又驻守于何地？回包大人，就在此地军营之内。好，你带本府前去。包大人，莫非是军需出了问题？本府只是前去查询，而非判定，你不必焦虑。末将。胡指挥，带路吧。是。启禀包大人，他们就是营中军需。参见包大人。本府前来是查询营中财务之事，你们要据实回复公孙先生的询问。是。请问军饷是哪位负责发放的？是属下负责发放。官兵军饷有整有零，那制钱是由何处兑换来的呢？制钱是由朝廷发放的，已经储备零钱，不需另行兑换。哦，那你手边还有没有未发出去的制钱？军中用度也需用制钱，这些都是尚未开封的。可否打开让我看看？当然可以。
这些制钱可是由京城直接运送来的。公孙先生，登州禁军军饷虽说是朝廷拨发，却是由登州湘军转发。禁军直属朝廷，湘军隶属地方，两者之间又怎会相互牵扯？启禀包大人，登州地处沿海，禁军中除了有步军、马军，还有部分善于求水的虎翼军驻守沿岸海防，而且驻地分散，路途遥远，运补不易。依惯例，均是由登州湘军代转发放。原来如此。湘军的指挥历由地方知州兼代，登州可也是如此。回包大人，登州湘军正是由知州程元兼任指挥。本府明白了。公孙先生可还有疑问？是。这批新制钱，你们可曾发现有何不同之处？回公孙先生的话，这些都是本月刚到的，我们也觉得重量似乎重了一些，而且花纹图案也有些不同。你们可曾提出质疑？有，但是登州湘军说这些都是新版新铸，原来就是如此。公孙先生，应该不会错，麻烦你们了。大人，学生已经问完毕了。既然如此，随本府回帐。包大人，胡指挥可是心中大惑不解。是，请包大人开示。朝廷铸造官钱有一定的规范，官钱改版是何等重大之事，若非必要，又怎会轻易改变呢？包大人是说，官钱改版牵扯甚广，必定会先期通报周知。官钱根本就未曾改版改铸，那些制钱都是伪币。大人，末将对此事绝对一无所知。胡指挥，你不要惊慌。要是大人怀疑你的话，就不会告诉你了。方才当着军需官的面，若是说的太多，恐怕会引起骚乱。你坦然让本府前去军需查验，足可证明你心中不虚，本府自然对你不再有所怀疑。谢包大人对末将的信任。伪币既有来源，循线追查必定能有所获，此事不宜声张。末将绝不敢透露半句。那就好。大人要追查此案，可有末将效命之处？眼前没有，若有需要军队支援，本府自会随时通知。末将随时待命。本府暂留你营中，待明日确定追查方向之后，再定行止。是。我给的期限可没剩下几天了，能如期交货吗？刁掌柜放心，现在已经完成了8、9成了，最多再有3、5天就可以交货了。好，这批货完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多谢刁掌柜。不过我话可说清楚了，这是你和我之间的合作，和程元没有关系，否则他就得分你的那一份儿。是，我明白了。好，我走了，你盯着他们干活吧。是，请。刁掌柜，走好。告辞。
副指挥，铜不够了。铜不够了，那去库房提就是了。这点事也来找我？不是说用上一批淘汰的熔调再用吗？谁说的？啊，放着现成的铜钱不用，熔调多浪费啊！切！哎，叫你去库房里拿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是。到手的好处，不要白不要。哼！大人，属下有一件事情一直不太明白，大人可否指点迷津？展护卫，请说。朝廷铸造发行的官钱是铜钱，可是铜的本身价值就很高，甚至超过了铜钱本身。可是为什么还有人挖空心思铸造假钱？当中难道还真的有利可图吗？展护卫说的不错，铜贵钱鉴的问题由来已久，朝廷也正在研拟解决之道。不过，既然有人私铸假钱，必然是有利可图，所以才甘冒杀头之罪。大人，民间常有人把铜钱融化之后取其原铜，再经过加工制成铜器，其价值反而超过了铜钱本身的价值。连朝廷的钱监里都发生过融化旧钱、铸造新钱的情形。大人，学生方才在研究这个假钱的成色。如果有人把真钱熔掉，取出原铜，在铸造假钱的时候减少铜的分量，这其中的差异便是利润之所在。不错。公孙先生能否说得明白点？好。钱监在铸造官银之时，铜占6分，锡铅合占3分。倘若把铜的成分降低至2分，将锡铅提高至7分，那么在扣除铸造之时的火耗、人工、磨损，1枚真钱足可以制造出2枚假钱而有余。原来如此。这些新钱所以比旧钱重，就是因为铅的成分放多了。很有可能。如果把这些假钱重入熔炉，确认其中铜、铅、锡各占的分量，就更加明确了。可是此地既无熔炉，又无工匠，又该如何查证呢？不，此地就有。军中的兵甲辎重，甚至于马蹄铁，都必须要自行熔铸锻炼。胡方这座军营之中，必定也有所需的物资。明日要他派人前来协助，便可查证明白。那查清楚之后，对案情有何帮助？查清成分之后，一则可以估算其利润，而推测其流量；再则可以从铜、铅、锡这些材料来源追溯出可能铸造的地点。总之，此案若要追查，就必须多方查证，齐头并进。就以公孙先生之法，先查明铜钱的成分吧。是，学生明日立刻去进行。属下可以保证，50万枚铜钱可以如期交货。好极了！一旦这50万枚铜钱铸造完成，
立刻把他分发到全国108处钱庄。让各个钱庄先用5000枚试用，如若没人察觉，就照此方法让各个钱庄自己铸造、流通。是，属下确信这批铜钱，谁也不会发现是假造的。好，朝廷每年要铸造200-300万贯铜钱，可是经过四海钱庄流通的，要占他朝廷的1/10。这么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财富，试问天下何人能敌？庄主真是雄才大略，只是，每贯有770文，那就是770枚铜钱，一年下来，岂不要造将近2万万枚？只要善用地方官府的湘军，何愁达不到这个数额啊？是，属下多虑了。不过这个事绝不能让那个程元知道。这个程元呐，利欲熏心，贪得无厌。一旦让他知道了，就会给咱们招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庄主放心，属下已经稳住了商州湘军副指挥郑弘，利字当先，他不会分给程元1杯羹的。好，程元是个贪官，早晚会出问题。我们要未雨绸缪啊！是。公孙先生，还需要什么，请尽量交代。不用了，这样就行了。多谢胡指挥。包大人把那些铜钱融化了干什么？胡指挥，包大人做事自然有他的道理，这些胡指挥就不必过问了。是。我还有事要向包大人禀报，胡指挥，公忙去吧。是。哦，铜的分量果然只有2分。是的，和学生的推断完全相符。如此说来，每一枚铜钱，在经过熔销重铸之后，的确会有1枚多的不法利益。这也难怪会有人铤而走险了。可他们想要庞大的利益，必须要大量发行。80万禁军，每人10枚，就有800万枚。难怪他们会用发放军饷的方式，让假钱出手。不，以他们的力量，应该没有办法掌握全军军需的发放，而且以质量的粗糙而论，会很容易被发现。不错，若想掌握全军，除非连三司及枢密院都有人参与其中，应该不至于如此啊。或许只有少数的军营地区才有这种情形发生，应该还有其他的流通方式。可只有军队才能有这么大的流量。铸造假钱的人，难道还掌握了其他更好的方式？流通的方式必须要顺理成章，而且能够确保不被察觉，的确不是很容易。大人，学生以为追查的方向
应该指向必须大量使用铜钱的地方。朔本追源，不妨就由发放伪币的登州湘军查起。大人，由此处前往登州城，不止1日的路程，至少还需外宿1夜，方能在明日中午以前抵达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即刻启程。他怎么会中这种毒？公孙先生，你知道少爷中的是什么毒吗？这种毒叫做无影散，药成粉末状，无色无味，很难察觉。我之所以觉得奇怪的是，因为此毒乃是出自天竺，而非中原之物。如果是无色无味，怎么知道是无影散呢？此毒有个特殊之处，中毒之初并无异状，只是一旦毒性进入体内，原本无色，却会在颈脉之间排出一抹淡红的汗渍。一旦全数排出，中毒之人立即毙命，因为此时体内已无残毒，很容易被误判为疾病身亡。那唐真现在的情形呢？幸亏你及时封住他的穴道，阻止了毒性在体内运行。只要用金针把体内残毒逼出来，再服几贴药，当可无碍。多谢公孙先生。老管家，请你准备笔墨纸张，好开药方。好，我去拿。哎，等一等，要避开府里的人，也不能告诉任何人唐大人的情形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老管家，麻烦你烧1大桶热水来。好。公孙先生，刚才情况紧急，来不及问，你们怎么那么晚才来登州呢？一言难尽。路途中发生的事情，恐怕跟登州有关，还是等大人从州衙回来之后再说吧。登州知州程元参见包大人。这位是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，展护卫。原来是展大人，失敬失敬。好说。下官不知包大人驾临登州，所以未曾远迎，还请包大人恕罪。本府奉旨勘察边防军务，视察登州州政，是皇上要本府顺道看看，又何须劳师动众，惊扰地方呢？包大人体恤地方官府，下官不胜感激。不知包大人打算在登州停留多久，下官也好安排住所。那就不必麻烦了，本府在登州自有住所。包大人打算暂居何处呢？登州通判官邸。怎么，
程大人何以如此震惊？不，下官只是一时不明白。登州通判唐真，乃大人的门生，大人想借此机会师生叙旧。程大人，你认为不合适吗？合适。下官不知包大人是唐通判的恩师，所以一时失态。本府闻听，唐真新任登州通判，既然来到登州，不妨与他叙一叙。唐真如今可在州衙？回包大人，唐通判今日告病，正在官邸休养。他生的是什么病？下官不知。下官本想派城中大夫前去探视，可是通判官邸婉拒了，所以想来并无大碍。本府这就去看看。下官立即增派人手护卫包大人安全。用不着，本府自有随行官兵，将通判官邸的衙役和府内的差役一并撤除。是。不要让衙门里的人任意进出，有事情随时来报。是。唐真身上之余毒已经全数排出，休息一阵便可无碍。现在他正在昏睡，依学生估计，晚上便可醒过来。他人在官邸之中，又怎会遭人下毒呢？毒是下在账册上的。无影散是涂在每一页的下角，一般人为了方便，多半以口将手沾湿，便于翻阅，因此中毒毫无所觉。这是江湖手法，用无影散是江湖中人所不耻的行为。他们一定是故意让我偷走账册的。且慢，你虽说成员大有问题，但本府对此间情形尚不了解。登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本账册又是从何而来？四海钱庄。庄主，怎么办呢？包大人到登州了，这下可坏了。他来了又如何呀？啊！程大人，有必要这么慌张吗？庄主，您可能还不知道，包大人是出了名的断案如神、嫉恶如仇啊！只要是他想查的，登州的情形，他就一定能查得个一清二楚，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你不是说他到登州来是视察海防军务吗？怎么又会留下管我们的事了？可是皇上也让他查登州的州政啊。再说唐真又是他的门生，他一定会把他知道所有的事儿都告诉包大人的。哼，要是唐真不能活着说话呢？啊，庄主。在前两任通判身上发生的事情，在这新任通判身上又发生了。您的意思是说，难怪唐真今天没来州衙。那你们是昨天晚上？这你就别管了。总之，你就不必担心了。包拯只能发现唐真突然疾病身亡，查不到你头上。可他身边还有展云，有管家，还有书童。程元，让你不必担心，你怎么这么畏首畏尾的？可是，好吧，
包拯就算起了疑心，又如何？他只不过是朝中的3品知府，朝中的王公大臣我见得多了，拿我好处的不计其数。哼，包拯，他斗不过我。庄主，您当然不用顾及他了。可我毕竟是朝廷命官，又是他的下属，我要是被他盯上了，那是绝无活路的呀。哎，嘿嘿，你亲娘舅不是庞太师吗？再加上一个在宫中受宠的表妹，他敢动你？哎呀，包大人向来是不卖人情的。再说这远水也救不了近火呀，所以还请庄主多多照顾。哎，你我合作多年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啊，你放心吧。多谢庄主。下官还得尽快赶回州衙。这唐真出了事儿，包大人一定会来州衙找下官。如果给他知道我在您这儿，那就麻烦了。嗯，去吧。哎，不过你可千万记住，一定不能慌乱。否则我可管不了你。是，下官一定小心从事。下官告退了。成不了大事。我知道展云是什么人。哦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展昭也来到了登州。展昭有个妹妹，虽然人不在江湖，却有一身好武功。现在看来，可以确定，展云就是展昭的妹妹。这么说，包拯是有备而来。对付展昭，你有多大把握？没有把握。啊？什么？不过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保证，不会让他伤害你。不，包拯动不了我。对他而言，我只不过是一个殷实的商人。如果他盯上程元呢？真到那个时候，那就靠你了。我不能让程元活着把我给出卖了。哼！可恶！官商勾结，竟然明目张胆到这个地步！我去偷四海钱庄的账册，就是想找出他们的罪证。看来，如今他们有所防备。真的账册早已经藏起来了，假的账册是用来应付你们的。无论是吴英散，还是展云所说，他身边那位高手，都足以证明有江湖人介入。只是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究竟是何方人马。展姑娘，那徐谦可是原定今日邀约退休的官员前来府邸。没错，是唐真说的。那徐谦虽不曾与本府共事，但本府却也曾耳闻其人，的确是直言敢谏、颇具风骨的朝中前辈呀。要不要请他来见包大人？不，恰恰相反，此时不宜让他们前来，必须立刻通知徐谦暂缓来府，以免让程元起下疑心。好，我这就去叫雨竹通知他。
大婶儿，大婶儿啊，我想问一下，这家大门怎么锁上了？你找谁呀？我找一位徐谦，徐老先生。他死了。啊？不可能啊！我前天还见过他。昨天晚上死的。他怎么死的？不知道，尸体现在还在衙门里呢。哦，他怎会突然身亡呢？不知道，包大人要不要去州衙看看？此事太过蹊跷。徐谦前夜才与你们一同前去搜查成员的藏粮处，昨夜却又离奇身亡，这两者之间必有关联，又岂能不查？大人，唐真的情形，陈元势必会问，该如何应付？他们如果知道唐真没有死，一定会再下毒手。倘若他们认为唐真必死无疑呢？那就让他们莫测高深。成员李坤胆大妄为，自认为能够一手遮天，本府却偏要让他们认罪伏法，无所遁形。包大人可否安排妥当？不错。不过，你这登州通判的官邸，竟然如此宽敞华丽，倒是出乎本府的意料之外呀。登州在下官多年苦心经营之下，上称富庶。通判既是皇上亲派，下官认为理当多表尊重，绝非下官崇尚奢华，请包大人明鉴。本府只是随口说说，你无需多做解释。啊，不知唐大人病体可否安泰？公孙先生精通医理，正在为他诊治。敢问公孙先生，唐大人身染何病啊？说来惭愧，学生从未见过这样的怪病，所以只能以金针过穴之术，暂时止住他的病情，却一时无法治愈。哦，那唐大人现在的情形，一直在昏迷之中，连大人来到登州他都不知道，学生也不敢确认，他什么时候能清醒过来？但愿唐大人早日康复，吉人天相。本府去而复返，是想向陈大人打听件事。下官洗耳恭听。本府有位昔日同僚，也是旧友，告劳退隐之后，就定居在这登州。只是多年未见，又未通音讯，不知陈大人是否认得？这登州的确有多位退休的京官，不知包大人所指的是哪一位？此人姓徐名谦，曾任右司谏之职。啊，他？怎么，陈大人认得他？唉，包大人来晚了一步。徐大人昨夜突然身亡。哦，竟有此事，怎会如此不巧啊？徐大人的遗体正在殓房，只因他并无亲眷，下官正准备将他火化。唉，多年未见，怎奈如今却已凋零。可曾查出他的死因为何？这只知道是无疾而终。哦，竟然连他是如何死的都无人知晓吗？大人，学生前去验看一下，也好解大人心中之疑。公孙先生去看看也好。不知程大人是否允许？不敢不敢，
下官立刻派仵作陪公孙先生一同前去。见。有劳两位。仵作，验尸单给我看看。好。寿终正寝。是，大人。他无疾而亡，没有痛苦，也算是他的福气。只可惜徐大人无亲无眷，连个扶丧送终之人都没有。难得他一世清明的。程大人，请代为安排后葬，一切花费由本府支付。不劳包大人费心。徐大人虽说清寒，却还留有房地，下官安排州衙高价收购，相信殡葬开支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也好，程大人费心了，下官理当效劳。虽然老友无缘相见，不过既然来到登州，本府职责所在，不妨看看你的政绩。明日起，就有劳程大人了。是，下官随时恭候包大人视察。徐大人的后事也全仰仗你了。是，请包大人尽管放心。包大人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吧？这传说把他传得也太深了，害得我一直提心吊胆。徐谦的死，他没有查出任何问题；唐真的情形，他也没搞清楚，反而要查登州的政绩。这些平日里我早已准备妥当，任何人来查，我都不怕。既然这样，岂不是更好？大人您就不必担心他在登州找大人的麻烦了。说得对，即使他留在登州不走，我也没什么好怕的。对了，花点银子，把徐谦的丧事办得体面一些。既然包大人在乎他，我们就让包大人满意。大人，把银子花在一个死人身上，岂不是太浪费了？哎，你懂什么？这叫花小钱去大财。徐谦那破房子破地，虽然不值几个钱，可折价收购，办完丧事还是有些利润的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
没想到，那徐谦竟然是中毒而死。公孙先生又是如何查得的？大人，学生在他的颈项之间发现了跟唐真完全一样的淡红痕迹，可以确认是无影散之毒。公孙先生，为何不当场质问成员呢？无影散之毒，一般人根本就没有听过，而且此时徐谦体内已经没有余毒，无从证实他是中毒而死。就算能够证实是中毒，却也不能据此指证成员或是他的下属就是施毒之人。与其提出质疑，让他有所警惕，不如暂不揭露，让他莫测高深。可是这么一来，怎么可以把徐谦的死算到他们头上呢？就目前所知，成员所犯下的罪行已经不胜枚举，只要能够找到具体的证据，他同样难逃法网。届时，徐谦之死，不愁他不招供。我猜前任通判陆星，甚至更前任的通判，应该也是他们下的毒手。所谓得疾病而死，一定也是被无影散毒死的。的确有此可能。公孙先生，那无影散虽然出自天竺，然而可曾在中原有人用过？这些并无记载，学生就不知道了。无影散在江湖上曾经有一个传言，当年大理国段氏王朝从天竺引进了无影散，用以毒杀朝中的叛臣。后来被一个家奴偷出宫外，辗转流到中原。无影散在江湖上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，可是因为太过歹毒，被江湖众人不耻群起攻之，后来就销声匿迹了。这个传闻在下从来没有听过，也没有在任何记载中见过。此事既然流传于江湖，又岂会记载于书册呢？大哥，你说的是不是大理段家？不错，传言是这么说的。段武？段武是什么人？银钩赌坊的老板，他也是李坤的手下。既然他也姓段，会不会是段氏家奴的传人呢？若是如此，就说得通了。一切都在程元与李坤的勾结之下所产生。想不到小小的登州，竟然会有如许多令人发指的罪行。大人为何不直接要求成员也去看湘军？假钱是从他们那里发出去的，还有，也有可能就是利用湘军在登州铸造的。大人为何反而要去看他的政绩？咱护卫莫要忘记，成员本人就可能涉入伪币一案。只要提及湘军，恐怕就会让他有所戒心，那岂不是适得其反？那可是如果不看湘军，又怎么知道他涉嫌其案呢？大人，登州的军务包含了湘军，大人是打算不动声色，从勘察政绩，转而去了解湘军的实际情形。不错。从湘军的配置，就可以查出是否具有铸造假钱的能力。除此而外，或许也能对程元与李坤之间的官商勾结看出一些端倪。
少爷，你醒了。我怎么了？少爷，你中毒了，是公孙先生救了你。包大人他们来了。不错，幸亏展姑娘阻止了毒性运行，否则只怕你已经魂断九泉了。是。哎，唐大人，余毒方除，不宜乱动，快躺下吧。啊。恩师可知登州的情形？本府已然知晓，你所中之毒也与之有关。啊，原来我是被人下毒。是四海钱庄的账册上被涂了毒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且安心休养，待本案稍有进展，本府自会向你说明清楚。闻声惭愧。哦，你何愧之有？门生身为登州通判，非但不能查明登州弊案，反而险遭毒手。如今更让恩师亲自操劳，岂不惭愧？不，你无需自责。奸人狡诈难防，本府亲自查案，也未必便能查得水落石出。你且稍安勿躁，静待结果吧。是。你衙中捕头，与你属下步军同时涉案，你居然还敢说全然不知情？包大人，好，你且随本府一起前往矿场。从此刻起，途中不得站立。本府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，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释。将军命属下到这儿是为了……本座先问你，矿场停工了？是，按将军的指示，矿工全关起来了。好，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，你也全带来了？是，除了他们6人之外，其他官兵都不知情。很好，那本座就一个都没有漏掉。将军要属下等人是为了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有人把矿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。不可能，将军他们都是我的心腹，不可能泄露消息。哼，你也是我的心腹，可是消息的确泄露出去了。你说本座又该找谁负责？将军，包大人已经查到了这件案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？一个逃出去的矿工。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有人逃出去。事实俱在，你不必多说。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。后退！报进！
坑上没发生事故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哎，会不会是田青来救我们了？不知道。除了那些官兵之外，没人来过矿场啊。哎，如果他们要来救我们，干嘛还把我们关在这里啊？啊？难道他们知道被人发现，打算毁了这座矿场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啊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获救的。范勇，本府等着听你的解释。启禀包大人，末将本打算回青州向张大人禀报，没想到两位大人来得竟这么快。哼，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，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。末将得到手下密报，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，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。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，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。哦，是吗？末将所言属实，还请包大人明察。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，你辖下虎贲营不在寿光驻守，反而来到此地监工，你怎会不知？回报大人。寿光地属山区驻点较散，所以刘通将辖下5个都仅留1个都在寿光驻守，掩人耳目。末将一时失察。那么本府前往寿光之时，他们又怎会出现在寿光？想必是刘通在接获包大人视察通知之时，已连夜将官兵送往寿光。哼，那刘通如今关押何处？将他传来，本府要当面询问。刘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，纠合同伙公然反抗，意图逃亡，已被末将依军法当场格杀。大胆！你为何不留下活口？刘通等人情急拼命，连伤多名官兵，末将不得已只得将他们处死。如此说来，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。末将所言句句实情啊！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。他是谁？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，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。还有那些关在土牢里的矿工，也都可以指认你。范勇，你可有话说？包大人，他的话怎么能相信？为什么不能相信？他是罪犯。而且末将根本就不可能到矿场人群之中，两地相隔这么远，他根本就分不清是官是兵，他一定是认错人了。他们看错，我可没有看错。你是什么人？御前4品带刀护卫展昭。今天之前我来过2次，也见过你2次。你和那个刘通就站在一起。范勇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范勇，你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！
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勘察军务，如今查获青州步军严重违法，本府以钦差之名接管指挥，尔等听命。王承马汉在，将所有矿工带回妥善安顿，本府要逐一查问。是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派人查封矿石、矿场以及炼金厂。是。胡奔营如今是由何人暂代指挥之职？是属下。留下1都兵力看守矿场，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。此地若有外人擅入，直接禀报本府，不得通报任何人。是。军法无情，若有违令，定斩不饶。下官督下不严，请包大人降罪。当冲，你身兼京东东路兵马总管，你辖下的青州步军竟犯下如此大罪，你又兼青州知州，州衙的捕头却滥用职权，草菅人命，你犯下的已经不只是督下不严之罪。下官静候包大人处置。此事太过重大，本府自会报请朝廷裁夺。你暂且仍留原职，等候朝廷处置。是。不过你却必须针对此事妥为善后。本府自会派随行人员先做安排，你要密切配合，不得刁难。本府随时前来查问处理的情形，你且自行规划斟酌。本府明日再来问你。下官遵命。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，若无其事的撇清关系。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，他却不动声色，可见他的城府极为深沉。大人，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，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？学生也不明白，大人为何如此处置。若依你2人之意，又当如何？他杀范勇，分明就是杀人灭口，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他。如今范勇一死，私采金矿之事就牵扯不上他了。话虽如此，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才下手杀人，这又怎么说？当时我在大人身边，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，更不可能刺杀成功。就算他打算出手，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，如此既能阻止行刺，又不会伤及性命，这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。当时事发突然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？故而他才会如此的振振有词。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。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，却不能据此追究他杀人灭口的罪责。以范勇的下场推论，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。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，都已经不在人世，这件事情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。正因为如此，本府才暂且放过他，而不追究失职之罪。大人，就算是失职之罪，也应该先办他，为何还要等到朝廷裁夺呢？若是如此，他私采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，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？
大人是要伺机而动。不错，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，张冲肯定就是主谋，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罪，还是要继续追查。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，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？矿场开采3年，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，如今又何在？以张冲行事之谨慎与计划之周详，肯定那些黄金不会放在范勇那里。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。大人，何不直接到州衙去搜？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州衙，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。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。大人说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，那么其他的方向呢？田青说，3年前他爹是奉命勘察矿脉，换言之，必然是先有所依据，才会派人勘察。对，州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。再者，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，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。本府判断，他不可能一人主导全案。大人的意思是说，也要注意他和什么人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？正是。可查的方向甚多，还得慢慢演绎。然而，只要锲而不舍地追查到底，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裁，又何必急于一时呢？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。眼前危机暂时解除，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驿馆了。是。包大人，发现矿场了。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，矿场迟早会不保了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矿场虽然不能用，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。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。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？哼，禁军和州衙都出了问题，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。如今，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惩处。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！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幸亏呀，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，否则贸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——展昭。预谋展昭，他来青州了。不错。而且隐藏在暗处。如果对包大人动手，吃亏的反而是我们。这个展昭真的有那么厉害？连你都应付不了他？哼，他那南侠展昭的称号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，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。既然如此，咱们以后更加小心吧。我知道。还有，此事势必会让王爷知晓，却是个麻烦之处。是啊，即便是包大人不说，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耳朵里面去。那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告。张冲未尽督导之责，让所属犯下滔天大罪，有伤王爷颜面，特请王爷责罚。你先起来吧。是。你是朝廷派任的安抚使，
本王只是空有其名，无职无权的一个王爷，并没有对你督察和惩治的权利。你何须向本王请罪吗？属下先人遗训，世世代代以王爷一家为主，张冲绝不敢忘。张冲，以后不许再提此事。幸亏本王并退了卫士和侍女，否则让人听见，岂不误认本王还眷恋着前朝的身份和名位？万一传到朝廷耳中，岂不让本王犯下谋逆之罪？是，属下今后定会谨言慎行。最迟明日，便可将矿工善后之事处理妥当。与此同时，也必须加紧对张冲的追查。詹护卫，属下在。日间，张冲会与本府同行，然而夜晚的行动则会脱离掌控。本府已派人在州衙附近监视，他若有所行动，立刻通知你。凭他的武功，若由别人前去盯，很容易会被察觉，所以非斩护卫不可。大人放心，属下有绝对的把握。好，就由你专司其责，确实掌控住张冲的行踪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去虎贲营，查出那些当初运送黄金前往山神庙的士兵，命他们暗中去指认，与郭北一同前去接州的衙役，看看是否还有人仍在州衙之中。一旦查获，立即带来见本府。是。公孙先生还是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，对那些矿工尽快处理，尽可能在今日完成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很简单，让他没有任何证据，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。郭北，大人，我为求自保，你就怪不得我了。你们都是他的心腹？不，我们听大人的。哼，你们能背叛他，就会背叛我。启禀大人，什么事？已经找到郭北了，他和几个捕快都死在山神庙里。哦，他们的致死之因为何？都是一刀毙命，用的凶刀是郭北自己的佩刀。根据尸首的判断，死了已经有3天了。郭北的武功可不是一般呐，能让他主动交出佩刀的，也只有张冲可以做得到。大人推断的没错，果然是张冲杀了郭北灭口。那些运送黄金的士兵，可还提供了其他消息？前往接收黄金的人，包括郭北在内，都死在庙里了。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人。他把线索倒断得干净。只是如今更加确认，黄金必定在张冲的手中。因此，查出藏匿黄金之处，就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张冲涉案的证据。大人，您终于回来了。
公孙先生怎会焦急若此？田青来了。他回来干什么？他带来了一件东西，是重要的证据啊！这正是张冲的罪证。包大人，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，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。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，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，批示的是暂缓研议，签字的正是张冲。这下好了，张冲这回逃不了了。田青，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，你放心，本府绝不会饶他。谢包大人。啊，还有，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。大人，这是矿场的地形图。哦，田青，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？不是，如果是我爹绘制的，我一定会认得。大人，这张图至少应该有100年之久，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才能保存到现在。哦，难道说100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？正是。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。可是令人不解的是，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？这么说来，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，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，以求确认。田青，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？没有，草民知道事关重大，不敢和任何人提起。此事必须秘而不宣，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。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，不得张扬。是。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。有了这些，他已无从抵赖。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。是。婉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图案花纹竟然完全相同。婉儿，那个玉盒是哪来的？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珍盒。这上面的图案，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。羊皮图来自柴王爷府，应该不会错。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，可是那么重要的金矿图，不可能落在他手上。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。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。可是，凭柴王爷的财力，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。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柴王爷不会，可是别人会。在王府里头，一定有张冲的同谋。
两种情形都有可能，除非张冲自己招供，否则很难查出真相。不，真相已经呼之欲出。小王爷，张冲参见小王爷。柴路。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，就看此一举。可是如今，张冲，在。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，可是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，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。试问，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？张冲罪该万死。柴路，在。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，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，让计划一再延误。你将来怎么能够辅佐我，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？柴路，情愿另奏。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？难道复兴大周真的永无指望？小王爷不必担心，柴路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，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。张冲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。你们都起来吧。谢小王爷。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。大周灭亡近100年，到如今，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。试问，我还能要求你们2个什么呢？小王爷，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绝无改变。柴路4代供职宫中府中，柴路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。好，就因为你们2人，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。筹措军费之事，你们要加快脚步，早一日筹足，就早一日举事。你们2人责无旁贷。是。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，你们不用太担心，无凭无据，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搜。小王爷，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？你们2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？杀了包大人！只要包大人一死，没有人能够进王府，谁也查不出来，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。小王爷，
这是釜底抽薪之计。以目前情势来看，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。请小王爷三思。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。不行，如果把包大人杀了，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，承认罪状。还有，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，他是江湖中人，毫无顾忌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。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。以展昭的功夫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必要的事，属下可以动用军队。没有用的。展昭如果想逃走，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。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，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。反正你们记住，一定要稳住，不能乱了方寸。是。夜晚与白日不同，战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？我去过2次，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。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，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。况且这2天守卫明显的增加，一眼就看得出来。如此说来，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，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。柴禄是王府的总管，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，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。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，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的。倘若果真如此，对柴王爷来说，的确是个打击。听王爷说，柴禄的曾祖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，周灭宋兴之后，自愿进入王府之中，改为柴姓，祖孙4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忠啊。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，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。大人，属下夜探王府，时间很难掌握，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公事为先，本府等你便是。谁？
大人，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，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，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。哼！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如今证实，黄金藏在王府之内，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？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，一定会打上印记，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。而这块金砖却平整光滑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样的证据，的确是毋庸置疑了。大人，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？当然可以，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。那我们该先抓张冲，还是先去王府呢？这倒是个难题呀。不管先到哪一边，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。不错，张冲会逃，柴禄会马上处理黄金，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。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，更需要放置之处，人却随时可以逃离。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。先去抓张冲，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。倘若拘捕张冲，却不去州衙呢？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？不错，拘捕张冲之后，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，柴禄来不及应变。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，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？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，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。大人，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补送到，若以此为由，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，是否可行？按照日程推断，朝廷的决定也该到了。此法可行，不过为防万一，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会暗中盯着他，直到他来到驿馆，他逃不了。好，明日就依计而行。张大人，方才衙役来报，两位要见本座。是，我们奉了包大人之命来请张大人前往驿馆。一大清早，包大人叫本座去是为了何事啊？昨天地铺送来朝廷的紧急公文，大人说那是朝廷对张大人的裁夺，请张大人前去听取。哦，既然是为了公事，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？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？不，本座只是好奇而已，怎敢劳动包大人？既然如此，还请张大人随我二人一同前往。好，本座就随你们前去。张大人，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
这叫自投罗网。张冲，还不束手就擒！包大人，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。盗采金矿，杀人灭口，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。无凭无据，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？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？3年前，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，前去勘察矿脉，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，你却驳回探勘结果，非但未上报朝廷，反而利用范永国北盗采金矿，并将田野杀害灭口，谎称失足落山。如今，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张冲，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。既然罪行已被揭发，就该坦然接受国法的制裁。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，竟然会在今天出现。不过，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，恐怕也未必办得到。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。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房眼。好，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。都给我退下！剑法竟如此高明，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。不，就算死，我要找个人陪。大人小心！保护大人！我死对其所。大人，他是存心想死，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路了。然而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路呢？
大人，张冲伏法了。王朝马汉在，派人收拾善后。是。公孙先生带齐政务，我们立刻前往王府。王爷，包大人，你身穿官服，带着人马，到王府来，不知所谓何故？王爷，包拯今日是为了公事而来。哦，那本王的王府之中，能有何公事而言？包拯有可靠证据，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，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。啊，竟有此事？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？柴禄。包大人，你可有可靠的证据？盗采3年，不法所得的黄金，就藏匿在王府之中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王爷，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，足证乃是私财私铸，包拯要依法行事了。事实俱在，本王无话可说，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。多谢王爷。王朝马汉在，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，带回驿馆先行保管，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，依法缴库。是。张龙、赵虎，属下在。柴禄罪证确认，将他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审讯。是。多谢王爷配合。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，导致那柴禄欺上瞒下，违法乱行，还请包大人见谅。柴禄违犯国法，乃是个人行为，既非朝廷官员，又无责任归属，自然与王爷无涉。正所谓人上100，形形色色，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？唉，本王调教无方，难辞其咎啊。不过，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，包大人是如何查获？莫非是那张冲被擒，招供出来的？回禀王爷，张冲他持械拒捕，更图谋行刺大人，已经被当场格杀。哎，他怎么这么糊涂啊？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，
进而循线追查，才查出柴禄涉案。什么物证？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。哦。这图上的印记，可是王爷家族所有。这幅藏宝图，在柴家已有100年之久了。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，谁知竟敢监守自盗，将此图交给张冲，共谋盗采金矿，真可谓人心难测。王爷无需为他难过，这也是他咎由自取。王爷，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，烦请王爷赐回。那是自然。王爷，如今此案人赃俱获，今日整理清查，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。罪人拜见包大人。柴禄，在本府升堂之前，先要询问于你。如今人赃俱获，你可还有话要说？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，不会有人发现，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。我只能说，天不从人愿，别的我无话可说。然而本府却要问你，那张羊皮矿脉图，可是由你交给张冲，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？事到如今，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。不错，我身为王府的总管，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。3年前，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，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，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。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？你又如何信得过他？我与张冲乃是世交，祖上同朝为官，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，我绝对信任他。那张冲文武双全，又蒙朝廷器重，只要尽忠职守，日后必能飞黄腾达，又怎会弃之不顾，与你狼狈为奸，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？包大人，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啊！这与本府是否清廉，又有何关？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，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，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？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，够几辈人享用。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。哼！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只怪他没那个福分。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，更让柴王爷蒙羞。这一点，你又可曾想过？我贪图黄金，包大人依法处死，我罪有应得。唯有对王爷，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。
大人，柴禄所说并非实言。哦，展护卫是据何而论？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，接下来他应该明白，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。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，显然他不相信柴禄，怕他会私吞黄金。可柴禄却说他们互相信任，这话显然是假。展护卫言之有理。柴禄，你可有说辞？展大人想的太多了。张冲做事一向缜密，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不住他的证据，所以他才留下的。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3年前批复的公文，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。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，若是有心逃走，也并非绝无可能。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，丧命在我的剑下，这又为何？他是为了维护我？一派胡言！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？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，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？柴禄，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，如今那张冲已死，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，罪证确凿，毋庸置疑。明日本府升堂之后，再详加论断。柴禄无话可说，任凭包大人发落。张兆虎，属下在。将柴禄押回大牢，由你2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其他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，可是这个东西你非收不可。来，先打开看看，你就知道原因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柴家的印记，在前朝，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。不过现在，它只是个美丽的图案而已。张龙、赵虎带着士兵，亲自在大牢看守柴禄，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。带回来查封战馆的黄金，更要确保安全。王朝马汉已派人在外面守着，放置黄金之处就挨着我的房间，有任何动静，我会马上知道。好，公孙先生可曾将全案整理完毕？回大人，学生都已准备妥当。明日便可升堂结案了。大人，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，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禄而不惜送命？如今张冲已死，柴禄的说法又未必可信。真正的原因，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。我知道。婉儿，你怎么会知道？婉儿，你说。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禄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
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？他要保护的是柴玉。是我亲眼看到他们3个从库房里面走出来。柴玉才是主谋。玉儿，父王，是他们请你来的吗？你不让大夫为你治疗，你说，他们能不请为父的过来？如今治不治病，根本已经不重要了。即便张冲和柴禄被包大人正法，你也没有必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吧？不，我根本就不是为了他们。那是为了慕容婉儿。就因为慕容姑娘拒绝了你的提亲，你就丧失了自信，甚至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。我就算不治疗，就算带着这个病，也可以活上好几年。只不过，日子比较痛苦而已。玉儿，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折磨自己啊？父王，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没有人会明白我的想法。张冲与柴禄之所以会听柴玉的话，都源自他们的祖先对前朝时的柴家忠心耿耿。那已是将近100年以前的事情了，没想到他们依然如此执着。这就是愚忠。当事者自认为耿耿忠心，却将忠字用于不义之事。所以张冲才宁愿一死，以保护柴玉。不错，他以为如此一来，便查不出幕后的主谋是柴玉。可柴禄也是个人证，难道他也会寻死不成？张龙赵虎亲自守在大牢外面，就是防他自尽。要是他死不招供，又如何能查出柴玉？只要能够证实柴玉的确与他们曾经在藏经之处进出，就可以证明他对此事知情。单凭这一点，便足以将他治罪。可婉儿是亲眼目睹的。
除了婉儿之外，还有那些守卫藏经的卫士也是人证。可是他们都是柴禄的心腹，就因为他们全是柴禄的心腹，所以在搜查王府之后，我命张龙、赵虎把他们关进大牢，逐一调查。展护卫此举的确掌握了先机，有了那些卫士的证词，便已足够。明日一早，我们就前往王府，将柴玉拘捕到案。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，要不是她亲眼在库房看到，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。更残忍的是，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。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，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。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，否则会让他更痛苦。除了婉儿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。包大人。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，何不早点歇息？本府尚无睡意。大人，你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？不，本府是在替婉儿不忍。虽然她拒绝了柴玉的提亲，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。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。小小年纪，便要承受如此折磨，怎不令人慨叹呢？大人，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，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，请大人不必为她忧心。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，让他留在驿馆，在未结案之前，不要让他知道太多，以免徒增感伤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忌，可大人您自己呢？展护卫此话可依啊。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。
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多，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纠办。司仪于公务之间，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。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本府既然走上执法一途，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，哪怕再不情愿，也必须坦然面对。大人，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。不，驿馆扣押的黄金很容易让人觊觎，有你守护，方可万无一失。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。大人，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，出面阻止，与王府兵力之多，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。柴王爷深明大义，又识大体，本府确信，或许他会试图阻止，但绝不会不计后果。包大人，柴禄已然被你抓走，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？王爷，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。包大人，此话怎讲？本案经包拯再三查证，小王爷非但涉案，而且更是主谋。包拯是来拿他归案。你，包拯情非得已，请王爷恕罪。王朝马汉在，将柴玉押往州衙。是，且慢。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？包拯，此处是本王的府邸，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。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？王爷，包拯奉旨代天巡狩，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，入府拿人有何不可？你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。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。来人！听候本王号令。是。王爷，胁迫钦差，抗旨而行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。依法该当如何？王爷心知肚明。王爷一念之差，柴家100年基业恐将毁于一旦，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，还请王爷三思。退下。是。包大人，王爷，捉拿柴玉，不知可有凭证？公堂之上，包拯自会将证供一一呈堂，还请王爷相信，包拯依法执法，绝不偏颇。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，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？国法不外人情，王爷所请，于法无碍，当然可以。多谢包大人。不过，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，还请王爷体谅。柴禄，喝杯茶吧。
多谢。包大人，何时升堂啊？你急什么？包大人，反正已经将全案查清楚了，我早晚都是个死，何必拖延？你别急嘛，等大人将主谋拘捕到案之后，会立刻升堂。主谋？盗取黄金是我跟张冲策划的，我们就是主谋啊！你以为包大人不知道啊？现在正在抓他呢。抓谁？柴玉。启禀大人，婉儿和柴玉见过面了。是，慕容姑娘已经先离开了王府，要属下向大人面报。她说会回驿馆等候。让他们立刻将柴玉押往州衙。是。柴禄，你为什么跪着？柴禄愧对小王爷。非战之罪，你并没有做错。把小王爷牵涉其中，就是柴禄的过错。那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不能责怪任何人。张冲他先走了，我没有机会告诉他。你们两个永远都是柴家最忠实的朋友。小王爷，或许别人对我们另有看法，可是你们一直都没有替祖先丢人。我们三个在阴曹地府，若能相见的话，我还是很乐意跟你们两个再度共事。多谢小王爷。启禀大人，已将柴玉关押在大牢，听候传审。张龙、赵虎带人在牢中监管。
公孙先生可曾准备妥当？回大人，学生已将全案之相关物证准备齐全，大人可以随时升堂审讯。好，在升堂之前，将那柴玉先带到此处来，本府要对他先行询问。来人，在。备轿。是。王朝马汉在。先行退下。是。你可知升堂之后是何结果？知道。在包大人铡刀之下，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。如今，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？包大人，要柴玉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，柴玉无话可说。可是，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。你盗采金矿已然犯罪，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，却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。人命关天，怎可说毫无悔意？陈桥兵变，黄袍加身。敢问包大人，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天心而珍惜生命呢？你周灭宋兴，开国一战，不知死伤多少。包大人，你现在又如何来评判于我？朝代更替，必生战祸，虽有死伤，却情非得已。你却为了贪图不法之财而害人性命，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语？包大人，你错了。本府何错之有？包大人，你又怎么知道我开采金矿不是为了改朝换代？你此话怎讲？柴府应有尽有，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？开采金矿，乃筹备军费，振兴大周。柴玉，你是谋反叛国！这国本来就是大周之国，天下乃柴家天下。赵匡胤能把它夺去，柴玉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它夺回？大胆！你怎敢直呼太祖皇帝的名讳？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，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。柴玉今天直呼其名，又有何不妥？想必现在连包大人你也无话可说，无词可辩了吧？不，乍听之下，你似乎言之有理，实则却全都是狡辩之词。好，如果包大人你能说服柴玉，柴玉情愿伏法，绝无怨言。好，本府就说与你听。纵观历代史籍，但凡改朝换代，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心。开国之君，皆是不忍见百姓受苦，黎民遭殃，才挺身而出，取而代之。若是逆天背人，又岂能一统天下？若依包大人所言，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。不错，前朝世宗皇帝勤政爱民，却不幸英年早逝。令祖当时年方7岁，刘汉与辽国合兵来犯，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，天下顿时沦入异族之手。
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？即使如此，他也无权夺走我柴家的天下。所谓柴家天下，原本却是郭威所建前朝大州，郭家后人却从未向柴家讨回天下。倘若历朝历代皆以自家天下自居，则秦汉隋唐是否皆要其后人夺回天下？岂不终日征战，永无休止？先圣先贤无不推崇以民为本，改朝换代皆是因大势所趋。当今圣上仁德敦厚，勤政爱民，你却妄图假借复国之名戕害生灵。柴玉，你不但大错特错，而且险将柴家陷于不忠不义、万劫不复之地，又怎敢在本府面前潇潇争辩、大言不惭？如今，你可还有话说？包大人，言述精辟，言之有理。柴玉情愿伏法。既然如此，来人呐！大人，传令升堂。是。带人犯。柴禄，你勾结张冲，盗采金矿，因而造成多少无辜之人丧命，多少平民百姓遭殃。如今罪证确凿，你还不俯首认罪？包大人，私采金矿、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，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，请包大人明察。哼，那柴玉也已亲口供认是他主谋，你休想为他脱罪。包大人，堂下听判。柴禄，你盗采金矿，藏匿赃物，合谋杀人，罪不可赦。本府奉旨代天巡狩，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来，狗头上伺候。是。慕容姑娘，我在等你说明，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，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？你宿疾缠身多年，访遍了名医，仍无法根治。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，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，怕受打击？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？
医道医理博大精深，浩瀚如海。多少医者前辈，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。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，做过几次诊疗，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，再不做任何的治疗。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？我为我方才说的话而道歉，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，为我诊治。代柴玉。柴玉，包大人，你虽无爵位，又无功名，但毕竟是王室之后，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。多谢包大人。方才你已坦诚罪状，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？不必了。柴玉触犯国法，理应受到惩罚，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。堂下听判。柴玉，你身为世袭阵亡之后，本为备位王爷，就该上体皇恩，安分守己。你却教唆府中总管柴禄，勾结张冲，盗采金矿，因而导致黎民百姓家破人亡，依法论罪，其罪当诛。本府以代天巡狩之权，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。来人呐！在。龙头上伺候。是。皇帝圣旨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包大人可以官职了。太祖皇帝开国称帝之时，
封本王千父为正王，同时颁下此诏，纵使犯下叛国谋反之罪，皆得凭此诏，免死一次。王爷要凭着免死金诏，换柴玉一命。不错，恳请包大人遵旨而行。包拯却难从命。包大人，你竟敢抗旨不遵！王爷，包拯并未抗旨。难道这免死金诏有假？太祖皇帝所赐，当然不假。既然这金诏不假，那包大人不遵旨而行，岂非抗旨？只因这金诏虽然不假，却免不了柴玉的死罪。你，王爷，这金诏之上分明写道：历代阵亡，皆可凭此金诏免死。那柴玉虽是王爷之子，却尚未世袭爵位，又怎能免他一死？包大人，难道不能网开一面？包拯依法论法，依职论职，无权开脱。好，那么本王就不要这爵位，将王爷的头衔立即传与柴玉。王爷之位，只可承袭，不能禅让。王爷心知肚明，除非王爷100年之后，否则那柴玉继承不了王爷爵位。王爷不舍爱子，包拯岂会不知？只是就事论事，包拯实难从命，还请王爷见谅。王爷，请恕包拯必须依法行事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2次升堂。是。包大人且慢。王爷莫非依然不肯罢休？不，本王只是想最后再见玉儿一面。王爷，如今那柴玉已是定验死囚，行刑在即。若与王爷私下会面，恐有不同。包大人不必为难，本王就与他在公堂诀别即可，还请包大人成全。大人，受刑人家属听审观刑，于法并无禁制。然而，又岂有让亲人家属当堂观刑之理？也罢，请王爷与柴玉话别之后，离堂回避如何？多谢包大人。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请展护卫陪伴王爷，同往公堂。是。
玉儿，爹，包大人一向铁面无私，你是救不了我的。玉儿，你说的没错，是孩儿咎由自取，怨不得别人。包大人依法行事，孩儿无话可说。爹，孩儿不孝，不能为爹奉养天年，请爹要多加保重。孩儿叩别。玉儿，玉儿。包大人，王爷。包大人，郑王爵位待本王死后便可传与柴玉，那免死金诏便可救柴玉一命，还望包大人遵旨而行。王爷意欲为何？本王即刻当堂自尽。王爷，万万不可！爹，王爷。爹，玉儿，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。爹，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，已经不孝。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，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，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。爹，我求你打消此念头，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！爹，玉儿，玉儿，爹一定要救你。包大人，就请你成全本王这点私心吧。王爷，只怕王爷纵是一死，也救不了那柴玉的性命。你，纵使王爷当真归西，也必须上报朝廷，方能将爵位转封柴玉。文书往返，以及皇上批示朝廷转班，至少历时1个月。王爷，那时只怕柴玉早已不在人世了。包大人，难道你就不能暂缓行刑吗？王爷，国法当前，岂容本府苟且徇私？包拯，你……王爷，王爷，爹，包大人执法守法，你又何苦为难他呢？玉儿，此事已经无法回天。如今既然已经改朝换代，就应该遵守国法。国法当前，又岂能侥幸？孩儿触犯国法，情愿认罪伏法。孩儿这条命是父王所赐，孩儿在这里向父王叩谢养生之恩。请包大人依法行刑。玉儿，玉儿。展护卫在。
将王爷请出公堂，回避行刑。是。请。王爷，请吧。来人呐！在。准备行刑。是。开打！大人，学生已将全案整理完善，回京之后一律再上报朝廷。婉儿还好吧？他的心情好像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。那些犯下错误的人，为什么总是要伤害关心他的人？本府执法一生，这种情形不知见过多少，却始终百思不解啊！大人，你见过柴王爷了？没有。去见了又能如何？只是徒增感伤。大人，属下心里有话，憋在心里不吐不快。你说，免死京兆，不能换回柴玉一命。普天之下，只有王爷和大人知道。只要大人不说，
没有人会对免柴玉之死提出异议。大人为何不肯成全呢？这就是法与情、公与私之间最难掌握的分寸。稍一不慎，公理正义就会荡然无存。君子不欺暗室，如果因为没有人知道，就有所偏颇，很可能会因此造成无辜之人受害，也就没有资格成为执法者了。可是对柴王爷而言，大人岂不是太过不通人情？我常说，这就是执法者的无奈与悲哀。一旦踏上了执法之路，这无奈与悲哀就必须一并承受。然而大人却不愿意见到别人也受到同样的痛苦。当然，尤其是自己所熟识的人。柴王爷，还有婉儿。尤其是婉儿，他会以为将柴玉送上铡刀的是他。倘若他无法看透这一点，这种痛苦就会陪伴他一生。